情况？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是。政委，各位，大家来的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1班去堵住村口，2班防守村后，3班留守团部。快去！是。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你现在掩护机要员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政委，还是您先撤吧。支持命令。是。现在机枪上方，封住大门。你们几个跟我去分配文件。快！快去，各位！所有的情报，所有的文件，不要乱，不要乱。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扫完。听我说，你们4个马上突围，快走！政委，您撤，我们掩护你。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政委，电台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赶紧撤吧，鬼子这就打进来了。好，走。政委，撤！等会儿。那个沙盘回调没有？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得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你从地道撤退，我去炸沙盘，快走！政委，俺不走。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政委，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退。这回咱俩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拼了！走！政委小心！小虎！小虎！你是个好战士。奉教虎系，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
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1枚手榴弹了。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福高野。なぜ手榴弾はここに投げ込んだ？我々に投げなかった？ここには不動山のチーズがある。これらの小旗は不動館の死者を表している。軍艦が死ぬ前には手榴弾ここに投げ出したというのはチーズを壊すためだ。殺した奴は集めました。どうぞ確認し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死体は全部ここにあるのか？すべての死体はここにあります。中国いないのか？報告します。部屋の中を全部捜査し終わり、一つの部屋の中ではわずかに残った焼き払った紙を見つけました。残された筆跡から見れば八郎軍の書類かもしれません。残念ながら内容はもうなくなりました。一つの地下道も見つけましたが、もう爆破されました。今回の行動は何も得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はい。君の名前わからないけど立派な軍人だ。不好，村里边有火光。望远镜，是。好像是咱们的人。难道是政委他们把鬼子打退了？不是咱们的人，是鬼子。那政委他们准备战斗，是，准备战斗。第一隊長に伝えろ。停滞準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報告します。突然村の入り口で装備した八路軍に遭遇しました。人数は不明です。第一分隊には大変な犠牲が出ています。分隊長は指揮官の指示を待っております。周英国の突撃隊はやっと来たな。お互い奉公しながら撤退しろ。はい。周英国との戦い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だ。よし、すぐ撤退しろ。はい。虎子，看你脚下。有鬼嘞！拆。团长，团长，你可回来了，团长，你可回来了，剩下的人呢，都没了。战斗刚一打响，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儿。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三哥，到，送相府下去休息。起来，走吧。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把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1分队和第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明白。结实工作，我来做。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2个鬼子
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欺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是。状況どうだ？その怪我どうした？大島どこにいる？指揮官、2日間で不頭山の状況は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各街道は八郎軍が固め、各村を夜間巡回しています。不頭山の農民も武装し、昼間は八郎軍について山を探しています。今道を歩いていると農民は非常に少なく、また行き来するにはルーティアという中交渉が必要です。武装農民により大島君は戦死し、私も出生しました。周英国、素早い行動だな。襲撃した八郎君の怪我人何人いるか分かるか？情報によると、我々の攻撃によりわずか数十人の死者が出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信じられない。宮本に電報しろ。今回の行動は修学なし。次の行動を考えろ。はい。报告。団長、田口田はジョンバーに今から作戦を開始します。特殊やな。からしだよ、CEO 仕事です。俺が信じる。終了計画。今日午後2時、始めましょう。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2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3个团，分别从泰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泰丰，但是日军的2个大队在清风峡、岐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夏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2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那朱夏军的突击队怎么办？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我们服从安排。
車列は27台の一連車があります。それぞれ4つの箱を運んでいます。押す人はほぼ八郎軍の兵士です。武装する八郎軍の兵士が護送しています。腰に小さな包みを作っています。防毒マスかもしれません。9号地区の洞窟に入りました。護衛の兵力は1列37人です。27台の独連車がある。1台の中には3つのカゴが入り、全部で108個がある。人たちはマスクをかけている。方向指導もしっかりしている。一つの正体、兵力があり、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な。これも周英国の間違いかな。指揮官、これは望んでおられたことではないのですか。この作戦の後、八路軍は皇軍の掃討作戦に兵力を割かざるを得ません。それにより我々は新たに十分な活動範囲を得られます。この度八路軍が100箱以上の煙幕を移動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すると、皇軍が一旦奴らの囲みを突破したら皇軍を挟み撃ちにできないと考えたのでしょう。だが奴らは我々がこんなに早くこの情報を得たことなど思いもよらないです。セミを取ったカマキリをスズメが食べる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周英国、君はスズメじゃないことを変えてカマキリだ。報告します。指揮官閣下、情報によれば我々の活動範囲は広がりましたが、八郎軍のあの部隊はずっと我が軍を探しております。もしたまらないすぎればおそらく。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続いて監視しろ。はい。報告します。追撃した八郎軍は我々と18キロの距離があります。洞窟の兵力は増していません。周囲には4つの見張りがあり、2時間に1回ずつ交代します。現在の時間20時29分。続いて監視しろ。2時間後変わりなかったら行動始めろ。第2小隊、行動始めてから砲撃戦を壊せ。第1小隊、爆弾を持って4棟に入り特殊兵を壊せ。安全のためにマスクをかけた方がいいと思う。第3小隊、停滞通路を作れ。分かったか。はい。周英国、君は進めでも私は君の目の前で墨を見つける。第2小隊、行動始め。
新5だぜ全軍でたい。はい。86だ。第2小隊亡くなった。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水生，到，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是。你，跟我走。俺たちを追いかけている軍隊の中に強い人間と追いかける作戦がいる、仕掛ける失敗団と中に全ての人がいる。だから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指揮官閣下、今回の心配で私の一人の責任だ。私は彼らを連れて行く。お前ら先に行け。あなたさえ残れば必ず奴らを倒す機会があります。この度の行動で我々は失敗しましたが、あなたが助かりさえすればいつの日か必ず新しい突撃隊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精鋭部隊となり八郎軍を震え上がらせることが信じています。時を我を待たず、指揮官必ず成就し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は帰れたらぜひこの橋を接触します。指揮官、あなたの部下として非常に光栄に思います。この度の行動は失敗しましたが、私はあなたが優秀な指揮官だと信じております。我々の失敗は指揮能力にあるのではなく、我々の相手が我々より狡猾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俺は指揮官が生き延びられることだけを願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帝国の将来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してください。我々は先を行くものとして残念なことは何もありません。私は生まれ変わるならやはりあなたの部下として生まれ変わりたいです。
3具鬼子尸体啊！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3个鬼子。团长，还有1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1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夏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剑道就是8段。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1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陈怡啊，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 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我是怕鬼子来扫荡。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说，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你要它干什么？谢谢。 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千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两。12万6千人，一天就是7万5千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吧？水生同志，你说。我是猎户属神，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你怎么解决？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明白。胡子，哎，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明白。水生，把团直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是。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经营粮食。是。300万斤粮食。是的，300万斤粮食。300万斤粮食，300万斤。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志辉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那吕作的意思是，答应了，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智慧，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智慧明白。李总，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还有什么条件？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卫里，除了吕作和我，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智慧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全还得还价吧？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您说汤炳全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哎，团长，团长，你兄弟们，待会儿动作要轻，千万别给日本人发现，明白吗？明白。兄弟们，听好了。第1和第2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3和第4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5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弟兄们，冲！冲！冲啊！
閣下。大和、それは分かってる。苦労して取り戻した信玄山をこんなに簡単に敵にまた奪われるとは。逃げて帰ってきた兵士の話によると、中国軍隊は挟み撃ちにあった。今回の戦闘で不動山の八郎軍と新原の国民党軍は連合行動作戦だな。敵は本能寺であり、周英国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な。咱们到这怎么过去？别住手！咱们越做这个烽火沟，前面就有人接应咱们。老乡们，咱们这次运粮食，是为了支援山里的八路军。无论粮食多少，都是咱们的一番心意，也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都明白了吗？明白。好。行嘞。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好，文排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会的，一定会。大砲、雷陽の食料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料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1第2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跡、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英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鱼，合生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啊，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2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管，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
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周团长，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审干？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张政委，这个情报准确吗？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的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那保卫工作怎么办？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那就不用说了。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我没意见。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
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张政委，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向上级反映。这个你放心。等审案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好，那您先忙着。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呢？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2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2个人。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是啊，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
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老鲁，坐下说。这位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我也保留我的意见。我也保留意见。张楚同志，你留一下。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2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2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